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再次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赚钱的方法门路，教大家如何去快速的去上手无货源网店的一个操作。那么从前几年开始火起来的无货源店群项目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卖一些软件的使用权为了能够批量上传宝贝。而现在无货源店群呢，更多的是朝着精细化的一个方向去运营的。那么没有什么难点，无非呢是一些基础的店铺运营知识，加上一些精细化的选品技巧。虽然说这个项目呢放到现在一直是可以玩的，但是呢已经不是靠单店盈利的时代了。那么店群的模式呢也就这样应运而生。那么只有批量操作这样的一个店铺靠走量赚钱那么因为这个直播电商的一个冲击那么传统的电商呢为了求得生存，那一直都在压缩利润这已经不是随便开个店就有流量的一个时代那如果说想回到几年前的某宝，操作东南亚的一个虾米虾皮还可以呢去尝试一下。那么好今天阿普老师就来跟大家讲讲无货源的这种精细玩法到底应该怎么去精细的选品，以及这个项目呢为什么说新手也能快速上手完全可以去操作。那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传统电商和无货源的一个区别。那么传统电商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运营的能力它要求是非常高的，从产品的一个把控到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再到呢拍照上传这样一个宝贝就是把这个宝贝呢上架包括推广客服，几乎呢都要用到。而这个无货源的一个玩法呢，就是把别人好卖的一个产品拿过来直接用，就像以前某宝的一个精细超市一样跟这个某东平台上自营的一个这个某东超市卖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价格的话呢，一个产品也只贵个几毛或者是几分钱。那么有人从某宝的精细超市下单，他们就会转而到这个某东上面呢，把这个产品拍下来，填上自己客户的一个信息，然后呢用这个某东发货派送某东处理售后有退款了，那么客户呢在他们精细去退款，他们就会去某东去退，形成一条完全的一个空手道的一个生产链了。那这个呢就是最早的无货源的这样一个玩法。那么到现在呢，压低利润形成了店群的一套系统。那么传统的做某宝的无货源店群，各种玩法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什么路子了而且的话呢，不单单是某宝像这个某688包括某东都有无货源的店群玩法。那么只要注重好选品的问题，其他的都不重要。而且电商呢从开始发展到现在，那只要有人的话那一直在这个平台上去购物，那这个项目呢它就可以一直做下去那么我们就拿这个某宝来说一下那如何做无货源店群，以及一些新手究竟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么咱们讲如果说你之前做过这个网店，有一定的运营基础呢，那么接手这个无货源的店群玩法我想应该会非常快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围绕着选品、标题还有产品的一个裂变这样一些关键点呢来展开。那么这里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准备一家店铺，至少是一家。那如果说后期呢要做店群运营的话，可以借助咱们亲朋好友的一个身份信息再去多注册店铺不建议拿买来的身份信息呢去注册。理论上平台的一个新店铺呢都会得到额外的一个流量关注。那么店铺越多，我们获得的初始扶持就会越多。那么做电商的都知道如果说我们一台电脑登录过就是说很多的一个店铺吧，那么会被平台查出来 IP 有重叠。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做单一的网线搭建了。到当地的这个宽带办理处呢，咱们可以申请开专线，具体大家可以咨询当地的一个运营商。那事实上，在一个 IP 段连续开3家店铺呢，就会存在被限制的一个风险那么封店禁止发这个宝贝的一个风险
还是挺高的啊。开专线的话呢，大概在1000左右啊。那么我们讲一下店铺运营啊，首先的话呢，就是精细化运营那个精选了啊，精选热门好卖的一个宝贝。我们不是要做推广啊，像这么多的宝贝呢，也没有办法去推广，那只能是通过产品自身的一个关键词获取平台的自然流量啊。那么我们通过精细化的一个选品策略，找出一堆的宝贝进行上传。但是的话呢，在这个宝贝标题上面要增加我们的关键词，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基于一件热门的宝贝来延伸出几百上千个不同宝贝不同标题一个宝贝。因为这个店群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节流关键词，进而节流有购买需求的用户。那这些用户呢，在通过大量的关键词搜索宝贝的时候呢，会极大的概率呢去搜索到我们的一个宝贝，因为我们的产品覆盖关键词范围比较广嘛。那么咱们讲一下无货源的一个机遇啊。自从这个移动电商兴起之后有相当一部分用户是直接在手机端呢去浏览商品，并且直接下单。那么手机端的一个好处是默认不推荐同类产品，所以说从展现上来讲，如果产品本身足够有吸引力的话呢，就能够留住用户。那么很多朋友呢做这个某688无货源店群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一点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他们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一个思维模式买什么东西呢都会对比某宝的一个价格，所以觉得价格太高没有人购买。那这个思维也是不对的呀，因为就算是一样的商品，那么平台大数据也会针对你平时的一个消费习惯来推送适合你的一个价格。那么当然了，现在呢就算是从头开始去操作无货源店群的话呢，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少的。那么另外呢，前期刚起步的这样一个店铺还是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这个某单的一个操作，某代表刷那么这样店铺呢也能够起得快一些做这种差价类的一个无货源店群，其实盈利的渠道比较多。那么除了商品的一个差价之外像商品放的一些优惠券返利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如果说碰到那种大额的优惠券，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商品的话呢给它搬过来，甚至直接呢降低这样一个价格去抢低价这部分的这样一个这个资金那么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可以来阿普老师朋友圈查看，关注我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你。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项目，阿普老师呢专门为小白新手准备了一份神秘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